问题是第2962题啊，这是去又是去 count subarrays where max element appears at least k times 啊，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跟子阵列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它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给定一个整数的阵列啊，叫numbers，然后还有一个正整数 k， 可以是正整数。那请你返回这样的 subarrays 的个数，怎么样 subarray 的个数呢？也就是说，它的numbers 当中的极大元素，它出现的次数呢，至少是 k 次啊，至少是 k 次是在这个 subarray 当中。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它的一个两个例题啊，这边的两个例题啊，这边它给一个 numbers， 它是13233，k 给的话是2，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去看它的 subarray， 当中会出现极大的一个元素。那极大的元素当然在这边来讲的话，当然是3啊 ，maxima 是3，这没有问题。那它至少出现2次，好，那所以原则上呢，当然你可以从这边到这里，好，那我们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好，然后我们右边呢再移动一格到这边，所以这个也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左边的游标也做一个移动的动作。比方说是移动到这边，好，所以这边就有了这个，再移动到下一个，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将它找出，好，也就是说，透过所谓的移动2个游标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是称之为叫滑动视窗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答案是可以把它找出来。好，那下面这个话就基本上答案是0嘛，它没有。好，那我们看看它相关的一些其他题目的一些 constraint 的一个设定。好，题目有关于 constraint 的一个设定在这边的话，它的长度最大可以到3万。那当中的数字呢是1到1000所以这个基本上你用在计算的时候特别那另外k 的是可以最大可以到100万所以在这边的话，它的要求答案可能你如果是 C 或 C++ 的一个使用者这边你就要考虑应该是要用 long 64位元的一个长整数的一个情形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看这个 constraint 上面一个情况。那我们看看解题的一个方式好，那解题的方式呢，原则上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所谓滑动视窗的方式。那其实这几天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解了一些题目基本上当然都是所谓的 daily question。
这一类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 sliding windows 啊，实际上它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去解啊。那是怎么样一个 pattern 呢？我们刚刚在解释那个例题的时候，我们曾经试着两个游标，一个是 L， 一个是 R 啊。在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去回圈呢，我们移动的是 R， 好，然后我们在内层回圈的话，我们再去移动我们的左游标 L， 好，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一个情况。所以每一次那个迭代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考虑将我们 numbers 在 R 的值，哈，要加入到我们这样相关题目的一些设定，然后在坏回圈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考虑它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条件啊，特别这些条件当然是跟它的 K 值是有关的哦，所以在这里面都有 K， 都有 K， 哦，都有 K 啊，只要说这跟 K 的条件不成立，那你就做下面的事项。那基本上下面这些事项大概都是将你左边的游标的那个东西呢，要将它去除掉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我们的做 L 移动的话，所以它就在这个部分，当然你就要加1啊。在离开这个回圈之前呢，我们当然还要将有关你要传回去的那个变数呢，我们要做一次更新的动作。原则上，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呢，我们实际上已经解了不少的一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呢，另外一种可能的解法。另外一个可能解法就是说，因为你的极大值假设就是 m 啊，所以这个当然很容易一开始就透过一个指令就可以取得。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另外的做法，我们就用一个 array， 所谓 IDX 呢去储存啊。满足它达到极大值的这样的 index i， 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式就可以去计算。那这样的一个公式呢，实际上你当然就透过回圈啊，就可以是做出来。当中稍微留意一下当中一个 constraint 啊，当中就是说，当然你这里面的index 呢，当然必须是有效的啊。我们特别是会在当 i 等于0的时候，你会这边会有 i 减1的部分。那在开头的部分，我们当然在这里是设为-1啊，所以在0的部分的话就特别先处理一下。那原则上这样的一个解法也是线性的啊，这两个解法都是线性的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在LeetCode 上实际的一个解题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的解法有不同的方式啊。那我们这里先尝试采用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啊，所谓的滑动视窗。那我们这边采用 Python。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先求我们在这个 list 的极大值啊，我们用 n 来表示，所以当然就是取 maxima 在 numbers 当中的 maxima。好，那么有一些参数我们就先给定，比方说 n 的话，它是 numbers 的长度啊，这些变数。那我们要去计数当中的一个数字啊，所以一开始 CNT 先用0。那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我们用 ANS。好原则上呢，当然还有主要是滑动视窗，我们主要是移动两个游标，一个是 L， 一个叫 R。好，那我们所以在这边我们再设定一个叫做 L 一开始当然是从0。好，那在方便起见的话，我们就用 for 回圈。for 回圈呢当中它的
变动的一个参数是 R， 也就是我们的右边那个游标，然后搭配 range 函数，它应该是最多移动到 n-1 的位置，所以这里面参数是100n。好，这边就可以用 for 回圈来表示。好，那么如果我们 numbers 在 R 的值如果是达到极大的话，在这边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 CNT 就要加1，好，这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透过一个while 回圈啊，我们的条件回圈，只要我们的 CNT 是大于等于 K， 那我们就做下面的事项，也就是说，当我左边的那个游标的那个数字，也就是 numbers 在 L， 如果是等于 n 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将这个东西让它移动出去。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 CNT 就要减等于1。好，那我们的 L 因为移动了，所以它也要加1。好，那离开这个while回圈，在这个 for 回圈这次迭代结束之前，我们的 ANS 就要加等于 L， 我们最后传回去的值就是我们的 ANS。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一个实作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执行一次。好，应该这2个 case 是正确的。好，那我们 submit 看看，请看看情况怎么样。好，那所以它的情况还蛮好的哈，它基本上它打败95%以上的 Python 3的使用者。好，那相同的逻辑，我们当然在 C++ 也有做。好，那这基本上呢 C++ 可以写得更简洁一些。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让它执行就好了。好，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当然就是采用所谓的一个组合的公式。好，那我们先把它好，另外一个我们就只针对C++ 的实作来探讨就好了。所以在这边第5行的地方，我们就取它的极大值。第6行我们就取 numbers 的它的一个长度。那主要是说我们这边有你需要一个阵列我们这边就称之为 IDX。那我们将它只要是达到最大值 m 的这些的 index 呢，我们都把它存到 IDX 里面。好，基本上呢，我们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这个 IDX 的 size 是小于 k 呢，当然没什么好说，那就是0。好，那基本上这3行应该就是我们将刚刚所谈到的那个公式那个数学公式。那么特别是在0的部分0的部分我们当然一开头要做一个比较额外的处理。index 在 C++ 里面它没有负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在一开头是一开头先在12行的地方先处理。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这个部分我们 submit 一下看看。好，那这个当然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啊，但是原则上来讲啊，这也是另外一种解法。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边。